我是侯府第3个穿越女。你怎么看待女性自由？女子无才便是德夫君，放心，妾身日后定会好好操持家里，绝不给侯爷添乱。那你会做毛豆腐吗？螺蛳粉吃不吃？爆辣9宫格喜欢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虽然这些食物大部分人都爱，但我从小喜甜，更别提爆辣的东西，光是想想舌头就发麻。妾身没吃过这些，况且府里饭菜就挺好。How are you？ 俺干了，嫩随意。闻言，他满意点了点头，放心让我睡了。一觉睡到日上3竿，睁开眼，萧北恒已经不在了。我揉着脑袋坐起来，昨晚那顿酒喝得太猛，现在太阳穴还突突跳。夫人醒了。丫鬟端着铜盆进来，是昨天老夫人赏给我的，叫清杏。侯爷呢？上朝去了，临走前吩咐让夫人好好歇着，晚膳她回来陪您用。我点点头，洗漱完便去给几位夫人请安，可刚出院门就被人堵住了。哟，这就是新来的三妹妹。一个穿鹅黄襦裙的站在门口，上上下下打量我，跟看猴似的。长得也就那样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仙呢。大姐，你这话说的，万一人家有别的本事，比如说在院子里弄烧烤，结果把草都烧了，或者是把豆腐放长毛了，还非说那是人间美味。两人笑成一团，我站在原地，脸上挂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原来几年前侯府出现过2个头脑不正常的女人，第一个是新来的厨娘，长得寡淡，但说话有意思。萧北恒多看了几眼，想收房。萧北恒，我告诉你，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。我有我的人生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要开餐饮连锁店，你休想把我困在府里。萧北恒当时正在吃饭，筷子都没停，可他后来又想通了，说困在府里也行，但必须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让萧北恒把其他几位夫人全休了。萧北恒不答应，他就开始哭，天天哭，顿顿哭，吃饭哭，睡觉哭，见人就哭，哭得整个院子都不得安宁。萧北恒嫌烦，让人把他送去庄子上。萧北恒，你个渣男，你说了娶我，言而无信，今天我就跟你拼了，我的爱情宁死不屈。说完，他拿着匕首就要往萧北恒身上捅，萧北恒侧身躲开，反手一剑，直接把人捅了个对穿。他倒在血泊里，眼睛还睁着，嘴里嘟囔着女性自有，真心瞬息万变，然后就没了声。第二个是商贾之女，萧北恒出门应酬时认识的，本来没想娶进门，但是他会做新奇古怪的东西，用竹片插了几片叶子，说插上电就能转，还会用竹篾编小竹船，放在水盆里竟能稳稳浮着。有一回他在院子里支了个锅，往里倒了一堆红彤彤的辣椒，还有花椒、八角、桂皮，咕嘟咕嘟煮了一下午，整个侯府都是那股呛人的味儿，下人们直打喷嚏，老夫人被熏得躲进了佛堂。侯爷，这叫9宫格火锅，重庆正宗。他端着一锅红油油的汤跑到萧北恒书房，说这叫火锅，让他尝尝。萧北恒尝了一口，辣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连喝了3壶茶。他还得意洋洋地说，侯爷，这叫9宫格火锅，重庆正宗。后来他又捣鼓出什么毛豆腐，长满了白毛，看着瘆人，更是弄出奇臭无比的酸笋，臭得整个院子都待不住人。萧北恒觉得新鲜，就让他进了府。他不光爱搞创新，还爱施粥，每个月固定几天在城门口支个棚子，给过路的穷人发吃的。那天他正忙着盛粥，面前蹲着个喝粥的汉子，灰扑扑的衣裳，看着像赶路的马夫。还是咖啡喝着好。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马什么梅？马冬梅。青亥里驱鹏，炭淡养福埋。两人对视3秒，抱头痛哭。周围排队领粥的百姓都看傻了。那天晚上，商贾之女兴冲冲跑到萧北恒书房，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才子，能助侯爷成就大业。萧北恒半信半疑，第2日便命人将马夫带回来问话。那马夫一进门，滔滔不绝开始献计献策。侯爷，我跟你说，这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咱们现在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，马上就要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了，你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。萧北恒听着听着，脸色就变了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大周人啊。大周人会说这些？我留过学。话音刚落，萧北恒冷笑一声，拔剑就把他捅了。商贾之女听说后，疯了一样冲到书房，抱着马夫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。萧北恒嫌他吵闹，让人把他送回娘家。后来听说他在娘家天天念叨什么封建余孽，杀人凶手，被他爹关在后院，再也没出来过。听完这些话，我心里有数了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穿过来的，难怪萧北恒昨晚会问那些有的没的。柳如烟见我面有惧色，
更加压低了嗓音。所以你千万别学他们，安安分分的做好你的事，省得落个凄惨的下场。回到偏院，青杏偷偷告诉我，戴夫人温明月是丞相千金，端庄威严，是下人们心里的主母人选。可府里最不能惹的是二夫人柳如烟。全京城都知道萧北恒宠她，她只是农家女。萧北恒微服出巡时在湖边看到她，自此一眼万年。老夫人只勉强同意她抬进来当个姨娘，是萧北恒跪了几天几夜求情，老夫人才允了他夫人的位分。温明月刚进门时欺负她，被萧北恒狠狠教训了几次，此后也只敢嘴上阴阳几句，不敢真动她。青杏脸色一正，主子，既然跟了您，咱们以后就是荣辱与共的。奴婢不盼您去争什么，只盼您千万安分，大家在府里日子也好过点。安分，我点点头。这次我熟，王爷对我新鲜了几日，之后便又开始忙于公务了。又过了几日，不安分事就找上门了。府里来了贵客，是京里有名的刘贵妃，老夫人的手帕匠。老太太要在花园办赏花宴，几位夫人都忙着张罗，戴夫人温明月管布置，二夫人柳如烟管茶点，我这种新人就负责打杂，端端盘子，摆摆花。宴会那天，刘贵妃带着她的小郡主来了，花园里摆了戏台，小郡主觉得新鲜，满园乱跑。不多时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随后是丫鬟们的尖叫：不好了，小郡主掉荷花池里了！众人瞬间慌乱，几个婆子冲到池边，可谁也不敢跳。路过的我来不及细想，把果盘往青杏手里一塞，翻身跳了下去。冰凉的池水冻得我浑身一激灵，我不敢耽误，几下滑到小郡主身边，将她拖出水面。爬上岸后，小郡主脸都紫了，我立马将她头抬起，捏着鼻子就给她做人工呼吸。小小的身子一抽一抽，而后吐出大滩的水来，哇哇大哭。刘贵妃匆匆跑来，眼眶通红，一把将孩子搂进怀里。我的儿啊！小郡主哭够了，从她怀里探出头，伸着小手拽我的袖子。是这个夫人救的我。刘贵妃抬头看我，扯出笑来。侯爷娶了三夫人，是他的福气，拿着，本宫赏你的。我推拒着不收，抬头撞上了老夫人的肯定的目光。老夫人点点头，脸上也有光。当晚，萧北恒来了我院里，他坐在那儿喝茶，看了我半天。原来你还会水。我以为他要训我，正想解释，却听到萧北恒的笑声。刘贵妃走的时候还夸你，说侯府的三夫人身手不凡，挺好，也算没给我丢人。不过青杏则是一脸抱怨：夫人，你今天吓死我了，那池子多冷啊，你怎么就跳下去了？我没说话，脑子里想的全是穿越前的事情。7岁那年，妹妹贪玩掉河里，我怎么也拉不上来。等我找人把她救上来后，我妈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嫉妒你妹妹优秀，故意把她推到水。妹妹在旁边看着我，没说话。后来我爸回来，他说是我让他去河边玩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记住了，有时候伸出援手换来的不是感激，而是责怪。可今天看到小郡主落水的那一刻，我还是下意识跳了下去。大概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改不掉。从那以后，我牢记自己要在侯府做个本分人，日日谨小慎微。可有些人却坐不住了。温明月见我出了风头，先是请安时故意刁难，让我跪了半个时辰，后来是克扣我院里的用度，冬天该有的炭火少了一半，气得不行，要去告状。我拦住了他。告状有用吗？她是戴夫人，我是什么？红着眼眶，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。我笑了笑，忍着呗，反正又不是没忍过。那天晚上，萧北恒突然来了。他进屋的时候，我正在灯下发呆，屋里冷飕飕的，炭盆里那点火星子根本不够看。看了一眼炭盆，又看了一眼我，皱了皱眉。炭呢？低头，用完了。用完了？他声音沉下来。这才腊月初，你告诉我用完了。我不说话，他在椅子上坐下，盯着我看了半天。温明月扣的。我没吭声，他站起来就往外走。第二天，我院里的炭火送来了，比之前还多1倍。温明月那边什么动静我不知道，但之后他再没克扣过我的东西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更冷了。就在我正想着怎么应对接下来的明枪暗箭，青杏就慌慌张张跑进来。夫人，不好了。他脸色煞白，嘴唇直哆嗦。戴夫人她死了。腾地站起来。什么？话音刚落，院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几个粗壮婆子冲进来，二话不说把我从床上拖下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挣扎着，
胳膊被拧得生疼。他们把我拽到正厅，一把推在地上，眼前是温明月惨烈的死状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走过来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把我从地上提了起来。云九溪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毒死明月？”喉咙被掐得生疼，脸憋得通红。我没有。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啪！我整个人摔在地上，耳朵嗡嗡作响。还敢撒谎！有人看见你半夜去过他的院子。说完，他又是一脚踹在我胸口，喉咙泛起一阵腥甜，一口血呛了出来。蹲下来，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脸抬起来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你？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，不是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把人带上来。随后，温明月的侍女红绸被带了上来，低着头，声音发抖。昨晚3更，奴婢起夜，看见三夫人从咱们院后墙翻出去，往戴夫人的院子那边去了。脑子嗡的一声，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？够了！萧北恒一脚踹在我肩上，他还要再打，却被老夫人拦了下来。坐在高位的妇人略带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老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你？”我咬着牙否认，可他却无奈闭眼，摆摆手，下人鱼贯而入，将我往外拖。回头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柳如烟站在原地，始终没有抬过头。我被关进了祠堂，腊月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地上只有一床薄薄的草席，连床被子都没有。我缩在墙角，抱着膝盖，看着面前的祖宗牌位发呆。穿越前的事，一桩桩一件件全涌了上来。我妈死得早，后妈带着妹妹进门。我爸说，你大要让着小的。我把新衣服让给妹妹，他说应该的。我把玩具让给妹妹，他说我本来就该让。后来妹妹抢了我男朋友，那男的也是贱，一边跟他好，一边又来撩骚我。妹妹哭着跟我爸告状，说我勾引她男人。我爸一巴掌扇过来，后妈在旁边说，这孩子心术不正，得好好管管。那天晚上我被关在阁楼里反思，阁楼没窗，又闷又热，我晕了过去。再睁眼就到了这儿，喜娘正在给我盖头，原身的娘拉着我的手叮嘱，去了侯府，千万要安分，日后也好提携你弟弟。安分，到了这儿还是要安分。我缩在墙角，把自己抱得更紧。可安分有什么用？我没招谁，没惹谁，不还是被关进来了？这几天发生的事，一桩桩在脑子里过。温明月死了，红绸指证我，可我真的没去过他的院子。红绸在撒谎，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呢？除非门突然开了，柳如烟提着食盒走进来，眼眶泛红，哽咽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冤枉的。”我抬头看他，柳如烟继续道：“老夫人也知道你冤枉，专门吩咐厨房给你做了饭，让你别饿着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老夫人。柳如烟点点头，把一碗热汤推到我面前：“先喝点汤暖暖身子，这祠堂太冷了。”我伸手想拦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他已经掀开了汤中的盖子，一股奇怪的味道飘出来。柳如烟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突然变了，她的手开始发抖，嘴唇慢慢变紫。这汤……话没说完，她整个人往后倒去。柳如烟，我扑过去接住她，她躺在我怀里，嘴角溢出黑色的血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萧北恒。话没说完，手垂了下去，眼睛还睁着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浑身冰凉，死了。温明月刚死，现在柳如烟也死了，就在我怀里。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，瘫坐在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先前想不明白的事情越发清晰。夜深，门外又来一阵脚步声，不紧不慢，敲敲打打。月光从外面照进来，把来人的影子拉长。我家门前有2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我抬头直视老夫人的双眼，那个入府后对我温和有加的老人，那个我以为在这世上唯一给过我温暖的人，如今只觉得陌生。原来老夫人才是第一个穿越的人。为什么？我声音止不住发抖。温明月是你杀的吧？是的。我一直都把你当母亲看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他没回答，慢慢踱步走来，在我面前站定。因为你是现代人了。老夫人垂眸冷笑，本以为你性子老实，没想到也是个深藏不露的。若不是那天你跳水救人，我还真发现不了。这个时代的大家闺秀，谁会游泳，还会人工呼吸？藏得再好，你也藏不住骨子里的东西。你呀，告诉你老师，安分，怎么就不听话呢？我死死盯着他，嗓音越发紧促。你为什么要杀温明月？他转动着手上的玉扳指，不紧不慢地说着。
就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威胁我，让我把她扶成正牌主母，她算什么东西？那柳如烟呢？她对你那么好，叫你母亲，伺候你3年，她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她死？老夫人脸色沉下来。我派人去杀温明月那天晚上，她起夜撞见了，所以她必须死。更何况……她顿了顿，眼底闪过一丝厌恶。柳如烟，这名字我听着就烦，小说里用太多了。凭什么她的名字要被写那么多次？凭什么她是主角？老夫人的话说得平静，我却听得心寒。那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活生生的人命，就被她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出来。我抬头看她，不解地问：你已经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明明已经成了侯府主母，儿子位高权重，有权有势，谁都威胁不到她。她根本不需要杀人。什么都有。她慢慢蹲下来与我对视。当初系统把我选来这个世界，我一口气就攻略了3个人：皇上、丞相、老侯爷，哪个不是人中龙凤？哪个不为我倾倒？他们每个人都说爱我，愿意为我放弃江山，又许了我数不清的荣华富贵。所以当系统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时，我选择留下。我为了他们留在这个鬼地方，放弃了回去的机会。可他们呢？皇上转头就宠幸了新人，丞相娶了正妻，把我当外室养。老侯爷，他笑了一声，说是娶我进门，结果没2年就在外头养了外室，生下了萧北恒这个野种。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老侯爷，我弄死了皇上，我下了药，活不了几年。温明月本就是丞相那个负心汉的女儿，就算她不嫁入侯府，那一家人我也早晚会弄死。还有那些穿越女，他眼底闪过狠厉，一个个仗着自己与众不同，在府里兴风作浪，真是自以为是，太天真了。我好不容易拿下侯府的一切，有了听话的傀儡儿子，他们凭什么来？说完，他猛地伸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我拼命挣扎，抓住他的手想掰开。等，我可以帮你，皇帝和丞相还没死，我可以帮你彻底杀了他们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听。光杀了有什么用？他们那些脏男人死就死了，可我呢？我回不去了，系统早就没了，我只能老死在这儿。老夫人手上的力道更重，表情愈发狰狞。既然我走不了，你也别想回去，永永远远留下来陪我。我眼前开始发黑，拍打的力道逐渐弱了下去，眼前逐渐响起模糊的现代记忆。从小被父母教训要让着妹妹的我，谨小慎微，一辈子不敢做出格的事情，到头来辛苦半辈子，只剩辛苦的自己，无人渡我。在千千万万泥潭中挣扎时，我早就明白，我只能靠自己。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我要回去，就算回不去，我也绝不认命。意识模糊间，手在地上乱摸，碰到了柳如烟带来的食盒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抓起食盒，狠狠砸在他头上。砰！他身子一晃，手松开了。我大口喘着气，还不及惊慌，又拿起砖头狠狠砸向他的脑袋。老夫人踉跄几步扑了上来，看着越来越靠近的身影，我一把拽下发簪，狠狠往前一纵，喷溅的血液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。他不可置信地看向胸口，簪子没进去大半截，血涌出来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又拿起砖头补了几下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他慢慢失去力气倒了下去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云九溪，你在祠堂还不老实，吵什么吵？门被人推开，萧北恒出现在门口，看着地上的老夫人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你这毒妇，居然害我母亲！他拔剑就冲过来，我往后退，撞在供桌上，剑尖离我只有1寸。我拿起烛台，准备最后拼死一搏，可突然砰的一声，萧北恒身子一晃倒了下去。我看到了他身后站着的人，一个女人，穿着粗布衣裳，手里举着铁棍。他看了一眼地上的萧北恒，狠狠啐了一口，然后拿起他的剑，不死心地补了几刀。死渣男，让你杀我男人，让你拆散我们，我引荐大才子给你，你他妈把人杀了！老娘装疯卖傻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天，给爷死！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这个人是那个商贾之女，可她不是被送回娘家关起来了吗？原来你
没疯。他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灰，潇洒的把头发撩到后面。装疯而已，不装活不到现在。他看向我，眼神带着审视。你也是穿过来的吧？我点头。想回去吗？我一愣，还能回去？他指了指天上那个东西，系统我一直没绑定，就怕哪天被发现了跑不掉。现在他看了一眼地上的2个人，现在可以走了。我脑子里突然响起一道机械音：检测中，攻略对象已死，攻略任务侯爷的心尖宠提前结束，宿主是否选择返回现代？我张大嘴巴，苏婉也张大嘴巴。你也有？你也有？我们俩同时开口，又同时闭嘴，沉默了3秒。回 Go go go。 系统沉默了一下。检测到双宿主共存，返程通道需共享，是否确认？我俩对视一眼，确认。确认。一道白光闪过，再睁眼，我躺在一张床上，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墙，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旁边床上躺着苏婉，他扭头看我，回来了。好像回来了。他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窗户外的楼，突然笑了。操，真他妈回来了。我也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1个月后，我和苏婉合租了一套小公寓，他搞起了美食博主， ID 叫婉娘穿越记。视频里他穿着汉服做毛豆腐，评论区天天有人问真的能吃吗？这是不是又整活？他不理，继续做螺蛳粉、9宫格、酸笋炒肉、毛血旺，每一道都是当初在侯府让下人们捂着鼻子跑的东西，现在全网几百万人看他做。我则找了个写稿的活儿，给公众号写八卦，1个月3500，够活着。晚上回来，他做的饭确实好吃，就是口味太重，一盘炒菜里能放半碗辣椒，吃的我第2天早上嗓子冒烟。我抗议过几次，你就当排湿气。我在北方排什么湿气？我说不过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。我放下筷子，想了想，写本书吧。写什么？写我们在侯府那些事。他眼睛亮了。我也要写。你写什么？我写美食博主穿越成商贾女，靠火锅征服全世界。我沉默了，他也沉默了，然后我俩同时笑了。那天的最后，我们点了2份螺蛳粉，2份9宫格火锅，还有1箱啤酒。外卖小哥送上来的时候，看我们的眼神跟看神经病似的。2份螺蛳粉，2份火锅，你们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他说的对，我们吃完了，一边吃一边回忆侯府的饭菜。你知道侯府的菜有多淡吗？连盐都舍不得放。不是舍不得放，是根本不会放。有道理。他又加了1筷子毛肚。那时候我天天想吃火锅，想得发疯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自己做。然后呢？然后全府的人都觉得我疯了。我笑出声来，笑着笑着，他突然问我：你恨吗？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，恨什么？那些人，侯爷、老夫人，那些害我们的人。我放下筷子，认真想了想，然后说：不恨了。为什么？我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，23层的窗户外面是这个城市最普通的夜景，路灯连成一条线，写字楼里还有人在加班，远处居民楼的窗户一盏一盏亮着，有人在下班路上，有人在等外卖，有人在吵架，有人在笑，这就是人间，最普通的人间。我回过头看着他，因为我现在能吃到螺蛳粉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笑着举起酒杯，来，敬自由。我碰了碰他的杯子，静心世界。